时间紧迫，直入主题吧。控制系统完好，开启的方法是葛磊修，怎么会？看来你很意外。怎么样，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吗？莫里亚蒂，你倒是不请自来。那当然，如果不在登场的时候制造一点惊喜，我又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和你打招呼呢？我亲爱的老朋友。V他们呢？他们在哪里？不必担心，他们刚刚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，正准备为实现身为代理人的价值而不断努力呢。难道他是指？没错，他们现在正如一心的 Vita 一样，充分理解了自己生存在一个怎样的世界。不过，作为代价，得到一些回忆，自然也会失去另一些回忆。下次你见到他们时，就又能够体会初次邂逅一般的惊喜。如何？是不是还挺有趣？啊，原本我的确只是想与你在博物馆一叙。毕竟我已经筹划了如此规模的一次犯罪，要是没有人欣赏成果，那未免太过浪费。可惜先觉得 Vita 做了多余的事，为了让一早搭好的舞台能够继续表演下去，我也只能增加几个特别演出环节，好让故事变得更为流畅。不过我的运气确实不错，从现在的结果来看，不仅故事比我预想中还要精彩，舞台的嘉宾也比原先的规划丰富了许多。他的意思是，他将葛磊修重新关进休眠舱，只是顺手而为。那么，如此规模的一次犯罪，又究竟是指？没错，就像你回忆中的那场洪水一样。我刚才说过，这个世界的命运就像转动的钟表指针，总会在某一时刻指向相同的位置。很容易得出的结论，不是吗？赫斯珀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佐证。世界始终如一，人们却在虚假中循环。而现在，因为某位不速之客的到来，命运的齿轮还转动得更快了一些。如果考虑到莫里亚蒂习惯的表达方式，难道说，所谓的不速之客？但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又何必对葛磊修下手，还专门营造出与我对决的架势？够了，莫里亚蒂，没有必要像这样故布疑阵，大费周章夺走 Vita 对我的信任，只是为了向我施加报复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的布局绝不会止步于此。我们发现了你的日记，除了这座城市本身，你似乎对禁地同样很有兴趣。你究竟在谋划什么？那就要靠你自己推理了，亲爱的大侦探。在我如今追求的方程式中，你的确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变量，但很可能却是最有意思的一个。比如说，在与我交谈的过程中，你一共看向了数据控制台4次，并且每次都在被我察觉后立刻转移目光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故意卖给我的破绽，不过还好，此刻的我拥有验证自己猜想的手段。依我之见，这将是一场关于耐力的比拼呢。又是这种奇怪的现象。我的老朋友，我猜你或许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。
不愧是我们的女武神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的战斗能力似乎又精进了许多。不行，以投影的姿态和这些怪物战斗，根本没有机会去直接触碰操作面板。莫利亚蒂说的不错，这的确是一场关乎耐力的比拼。唉，真希望我也有这么一身功夫，那样就可以亲自和你切磋了呢。随着和这种怪物的战斗时间不断延长，投影的失真也越来越严重。恶元素位，我记得这是小 V 口中这类怪物的名字。归根结底，我为什么会被他们针对？如果他们真的是弗洛斯的守护者，这个世界究竟在害怕什么？有意思，看来比起上一次，你的耐力又有所上升。总不会是你在形体消失的那10几分钟里，接受了哪位世外高人的指点？他难道是指小 V？ 不过如此说来，我目前在弗洛斯遇到的所有人，即使算上小 V， 也都不是我投影至此的原因。究竟是谁？走神可不是好习惯啊，我的大侦探。结果还是体力不支了吗？我的大侦探，使用投影的战斗果然还是不够尽兴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您凭借实体亲临此处，那此刻的我大概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好，机会来了。和事故报告书不一样，但……唉，看来是时候结束这场有些漫长的闹剧了。在游戏中作弊，倒是也不符合我的美学。好奇我为什么要将惊喜的展示场所选在这里吗？是时候揭晓答案了。真可惜，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够长，没有仔仔细细地品味过这座博物馆的有趣之处。这里的运营者，为了能够将它从各处搜罗来的稀奇古怪的展品，在生成投影之后，及时运送到博物馆中，特地在控制台下设置了一条负责传送投影的通道。当然，那是双向的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你这样的外来投影，也同样生效。是不是感到很亲切？没错，这才是我这场表演最高潮的部分。虽然不是所有戏目的最高潮，但已足够令我身心愉悦。在你处心积虑，最终成功按下按钮的那一刻，你正好可以享受从瀑布跌落，一口气跌出这个世界的快感。在这次坠落的途中，你倒是可以思考一个问题：你猜，能够将我禁锢在展柜中的按钮，究竟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呢？没事，答不上来也没有关系。再见，我亲爱的大侦探。很好，外来的干扰因素至此彻底排除，虽说只是暂时的。正所谓时不我待，
下一段犯罪计划当然要立即展开。似乎忘了提醒，对于我而言，报仇也是报仇的重要一环哦。不知道对于我接下来筹备的一切，你是否仍会感到惊喜？